放箭！水儿就在镇魂街，总能找到。差不多了，我回去了。够了，开灯。说说吧，到现在为止，你们觉得第2季怎么样？场景制作上花了挺多功夫的，后期也使了不少劲儿，但中期文件给的太晚了。第2季的打斗戏比重大，我们开工的时间又太晚。够了，我问的问题是，你们觉得第2季怎么样？不是让你们抱怨。你们呐，都干了10来年了，说了多少次了，场景、打斗、特效做得再用力、再炫酷，故事不好看，人物立不住，有什么用啊？姓卢的哪儿去了？故事该他负责。我在帮你收拾烂摊子，你却躲这儿来快活。哟，这不是我的前任领导吗？前任？不好意思，家里出了点私事儿，所以我辞职了。没收到辞职信吗？事情做砸了就溜，你可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。每个人都该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，对吧？有一说一，你第1季的表现还算合格，可第2季算怎么回事啊？好故事很难想的。镇魂街的故事不是我写的，找枪手了？我还没堕落到那个程度。准确的说，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，我只是稍微加工了一下。原型？对，一个真实的镇魂街。你好不好奇，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叫夏琳，在一所建筑设计公司实习。我很喜欢上班的感觉，可是原本不信邪的我，却踏入了真正的鬼门关。能保护人的守护灵。吾乃罗刹街镇魂将曹彦兵是也。区老狗也敢再次放肆！镇守亡灵的曹家兄弟。还有企图颠倒阴阳的黑暗势力。这就是灵怀吗？天堂地狱仅一术之隔。唐流雨，八臂螳螂唐流雨，双目失明，听风辨位。你们守护灵的资料，我早已研究透了。夏琳，谁都没想到，我竟然会成为这次事件的关键。九阳神功，西城功力，黄龙浩天。王国组织的真正目的是要毁坏另一样东西。金灵子无法立于大器，修复灵怀，只能取余怀桃桑之精华。明日启程，先取龙桃。罗刹街交给我，稳若磐石，安如泰山。你的意思是曹玄亮没死？对，活得好好的。曹彦斌一直是曹玄亮的哥哥，曹玄亮一直是曹彦斌的弟弟，什么阴阳相隔，都是我编的。那夏琳呢？在原来的故事里，她也这么讨人厌吗？哇，说起他就厉害了，
他吃下了灵怀之，让吸收了天地之力而幻化成人形的西河神珠精灵子附在了他身上。西河神珠是什么？是一个用来划分空间、布下结界的生物。御灵使就是借着它的力量，将冥界划分成了灵域和镇魂界的。又有守护灵，还被精灵子附身，应该是个很受欢迎的角色才对啊。听说鬼父三通还送给了他一只妖果兽呢，厉害吧？哼，就当我知道妖果兽是什么吧。然后呢？跟我写的差不多。他们到了菩提街，遇到了北落师门。南玉夫趁着俩人决斗，烧了菩提树，抢走了无上果。可后面的故事我就不清楚了，所以剩下来的事儿都是我编的。哼，所以突然就变难看了。你那个原型故事从哪儿听来的？一个很久不见的家人寄来的信里提到的。哦，我能看看吗？你看不到，因为只有寄灵人才能看到灵言信。你喝醉了。这就走了？不再求求我？我求你？我以为你是来求我回去继续把故事写完什么的。你再努力一下，说不定我一心软就答应了。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？自以为是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镇魂街好不好看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哼，不对，我可以肯定第二季难看是因为你没有写好这个故事。如果故事按照你刚才说的做，肯定会更好看。曹彦斌和夏琳也不会那么讨人厌。就是一个动画片而已，值得这么激动吗？哼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说的对，每个人都该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。我不知道你擅长什么，但我可以肯定，你不擅长讲故事。还好，你已经辞职了，我就不用再浪费时间通知人力裁掉你了。为什么我不管到哪儿都会遇到这样的女人？每个人都该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啊！听见了吗？玉麒麟。看来我们只能回去干老本行了。走吧，让我们去问问曹彦斌那伙人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们还是换条街入住吧，我这儿提前打烊了。这里是菩提街，曹彦斌的事，我会用我一贯的方法来解决。偷到家的，一举定胜负。炎黄炮，人灵记，石龙破九天，人灵记，起，不降火皇。你们走吧，是我输了。文大人，你是这次出事了！苍天呐，别开玩笑了！
玩笑，就是要开大一些才有趣。蓝玉夫，给我滚出来！住手！看看这是谁？你再给我胡来，我就要了他的命！蓝玉夫，你卑鄙！我就是小人，如何呀？想要保他的命，就先给我跪下！门大人，水儿的命没什么，不要管我，替乡亲们报仇！是灵明，不用说了，我明白。怎么会？换做别人，他当然不会。可你不一样，做父亲的怎会忍心让自己死去的女儿再死一次呢？什么？父亲？很抱歉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不得不说出真相。白洛，你之所以将水儿带进明镜村，是希望她忘记你这个曾经令她痛恨的父亲。为了保险，我得封住你的灵力，给她铐上锁灵石。北洛师门，你要想清楚了，一旦带上锁灵石，你的灵力将会失效，而我也将封印在你的体内。灵明兄，我的人生已经输了，输在信任了不该信的人。如果身为父亲，这是去拿女儿的命做赌注，我还配做一个人吗？北洛，你终究还是心太软。只是直觉告诉我，事情没这么简单。祸不及妻儿，放了水儿。放心，他对我并无威胁。你还真是条汉子。狂什么？竟敢踩我！不要打了！你们都发什么愣？给我往死里打！喂，这么做好吗？有何不可呀？不要再打了！哎呀，哪来的臭小鬼！给我滚开！找死！水儿，赶快跑！这里有我等着。可是你该怎么办？至少我可以无所顾虑。听爸爸的话。你还傻愣着干什么？告诉我，门大人，你是我的父亲，我的爸爸吗？王八蛋！他问你干什么？为何阻止我杀他？你们都傻了吗？这么正大光明的杀害镇魂将，上头只不过下令夺取无上果，没有要求必须杀了北洛师门。如今他的将军链仍未从体内取出，一旦死去，灵域立刻便会知晓。将北洛师门带回雨林街，我自有办法取出他体内的将军链。到时他便不再是镇魂将。至于想怎么处置，随你们的便。太尉，我对你究竟是该佩服呢，还是应该害怕？就这么办吧。
周围的一切越来越淡，而回忆却渐渐的涌来。想起的越多，越是害怕。那么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，究竟是黑还是白？这个世界又如何？正义是否真的代表着恐惧？如果能够有股力量改变这腐朽的一切，我希望那个英雄此刻就在我的身旁。夏琳，若不是你把妖果兽拉在这儿，还真不知道发生了此等大事。情况怎么样？不是很好，武器贯穿了他的身体，我们发现的太迟，灵力几乎已经全部流失。我给他服用的药丸，也只能暂时维持他的生命。你的葫芦不是可以医治百病？如果仅是恢复体力和愈合伤势，的确可以。但水儿的状况，已经是无法挽回的程度了。直接说吧，水儿还能活多久？撑到现在，已经是奇迹了。一旦药丸的药性消失，恐怕活不过今晚。怎么会？今晚吗？快救救我的爸爸！不要起来！爸爸，我的爸爸，白石门，不，门司令，为了救我，被灵甲军抓走了。他们为了得到玉菩提里的无上果，利用你俩决斗的空隙，袭击了明镜村。这一切都是他们干的。混账！这哪里是军队，简直就是强盗！爸爸被铐上了锁灵石，现如今使不出力量。如果你们不去救他，爸爸会死的。曹彦兵，我们走。对方可是一支军队啊，搞不好自己的命也会赔上。水儿，你怎么就能确信我们会帮你呢？因为大哥哥是好人。我明白自己没有资格提要求，我实在太卑微了。可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这里变成坏人为所欲为的世界。如果可以，我也好想有个强大的哥哥。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你不去，我去。你给我留下！什么？你走了，谁来照顾水儿？北洛师门的事，交给我吧。大哥哥，如果水儿撑不到那时，一定要记得告诉我爸爸，我一点儿也不恨他。好好撑着，小家伙。我虽然不了解你们的过去，可是有些话还是亲口说比较好吧。另外，你搞错了一件事，我可不是什么好人，老子是魔王。直到临走，彦斌也始终背对着我们。我怎么隐约的感到，他的眼中有泪。姐姐，怎么了？我的爸爸是一个温柔的好爸爸，你们千万不要讨厌他。如今玉菩提倒了，我的记忆也全都回来了。我怕以后没机会和你解释，所以我把我的故事全部都告诉你。
这家伙是我先射中的。说什么？咱们同时射中的。哎，罢了罢了，再找个靶子重新比一下。不好了！干什么呀？这么紧张？师傅长的队伍被击垮了。什么？是纪灵人干的吗？对方有几个人？1个。啊？什么？1个人？怎么会啊？那人不是找死？那人来了！雨林街是往这边走吗？哼，身后这条路直走就是，可是你过不去。从前有个小鬼，父母离他而去，音讯全无。小鬼不但要养家，更要保护弟弟。有天，他救了个女灵。女灵为了报恩，便主动留下来照顾兄弟俩。渐渐的，小鬼把她当做了亲妹妹。可好景不长，某日大批恶灵来袭，全都是怪物。小鬼的守护灵战死，自己也被揍得站不起来。恶灵为了取乐，当着小鬼的面先是凌辱他，然后再将其食用。曹可可的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妹妹被啃得尸骨全无。让开让开！区一个小鬼，看我来撞死他！那夜，小鬼化身为恶魔，并立下了一个重誓：去死吧！往后，但凡遇见残害女幼之徒，定要将其碎尸万段！即便我不是什么正派人士，但也必须得和你们划清界限。只是这前方的杂草太多，密得让我找不到大路。我该怎么做？主公，论道处不会，处只会杀人。只要主公一句话，我能踏平这雨林街。如果说苍天已死，奸人当道，那么就由我来主持这个公义。许褚典韦听命，末将在。让我见识一下曹家的虎贲双雄如何以一当千，为主公开路。很好，我们上。